中国的整个光伏和储能行业太不像话了，在有各级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还负债超过65000亿。要是没补贴啊，有些企业干脆就破产关门。那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这不是继房地产之后又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吗？一直在填窟窿，而这个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在节目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国高层秘闻：50年过去了，那位副总理的疑问，现在有答案了吗？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18号。最近我看到一个表格，我感觉特别震惊，这行业可以放弃了，没救，因为这窟窿6万多亿。我们看一下报道，中国有一个民间媒体叫做格隆会，我经常看他的文章，有一些文章你必须当天看，第二天可能就删了。他呢还算是一个比较说实话的嘛。这是7月29号的文章，是反内卷的光伏行业负债究竟有多可怕。在这儿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行业。老西在2023年的时候，不知听谁讲叫心智生产力，好像是他发明的，别人都跟着他忽悠。但问题是，这个心智生产力好在什么地方那你首先得体现在技术，然后呢是利润。但关键他提到的3样，你比方说汽车电池，再就是光伏，这是心智生产力的3大代表行业。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个数据它都没整好，国外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人家整得不错。那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到了那种扶不起来的程度呢？我们看一下具体数据。根据统计，截止2024年末，光伏与储能行业累计负债超过65000亿元，相当于3个多亿的恒大。也有超过150家知名企业面临破产，很多光伏企业已从亏损现金完全转入失血休克状态，直接就关了。为什么呀？发不起薪水了，货倒一大堆。但是呢，进入了2025年，是否有好转了呢？情况并未好转。上半年光伏上市企业持续大面积亏损，17家光伏企业累计亏损超过147至173亿元。这些企业既有那种顶尖的光伏王，也有那种腰部企业，底下的基本就是停了。那我们看看数据有多么严重据统计，21家光伏主营企业2025年1季度末负债率中位数是73%的负债率，同比环比分别上升4%。具体小数点就不跟你说了我们直接给出答案。怎么这个企业经营多年搞亏损了呢？结局还是听了老大的忽悠，猛生产，以为可以迈向全世界，造成的结果是大家一拥而上，产能严重过剩。在这儿呢，他提了一些案例，你比方说在2020年到2023年3年时间，全球的光伏产量呢翻倍。但是主要企业它不是美国欧洲的，那边管得特别严，尤其是环保。光伏产业你以为说它省钱在发电的时候它是清洁能源，但是在生产制造的时候它是高污染行业。那全球的需求只增长了50%，但产能翻了1倍，那你说能不这个亏吗？那你要问这帮企业傻吗？这么多年明明知道产能这个过剩，为什么还要生产呢？原因很简单，补贴。这段时间你只要生产出来，无论你是否卖掉，你就能拿各级补贴，因为这个行业已经被归为心智生产力了。只要一归到这行业，各地你敢不给补贴吗？好，那我们看一下结果是什么结果呢，给你举几个例子产品的价格，2024年3季度硅材料已经跌至36元1千克，但它成本是多少？成本是60，现在卖36，赔一半，还不算人工了。另外呢，
他提到了硅片的价格啊，成本是1.3元一片，现在卖多少？卖0.9元，就是要亏着卖。亏着卖呢，也依然要生产，现在还没停呢。在这儿呢，他提到啊，现在呢，你不停的生产是恶性循环，这就有个什么概念呢啊？最好的企业之一叫做通威股份，2024年经营性现金流出达到120亿元，这相当于每天要烧掉3288万，一天要烧3000多万。为了填补这个现金窟窿，企业只能持续举债，进而导致负债的雪球越滚越大。然后呢，10大巨头整个行业亏损超过530亿元。大家都知道啊，前几年有个企业也是老西老家的，陕西西安的，它叫隆基绿能。我感觉这个隆基啊，就应该是为了纪念那个李隆基、唐明皇。唐明皇大家肯定有印象吧？那个中部论坛的时候啊，每个人都那样，是吧？哎，老齐可能喜欢这个品味的。隆基绿能作为行业头部企业，2024年净亏损65亿元。那第二个巨头叫 TCL 中环，亏损更是达到了80亿元。中小企业更加糟糕，2024年有超过150家知名企业破产啊，就已经破产了。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在价格战中持续亏损，然后资金链断了啊，清盘了。这是多少千万个家庭啊，面临重新择业。那我们再看一下啊，既然说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啊，你不停的挤，结果一定会导致质量下降。他也提到了，由于企业为了生存，必然在原材料上呢下本钱，导致部分产品啊质量下降，结果就是在欧盟、印度、美国都对中国的光伏产品不信任，说明你虽然便宜，但是你的质量很差，而且他们发起了叫反补贴的调查，反倾销、反补贴。你生产那么便宜，你卖给我们，他们感恩了吗？没感恩啊，他们觉得你这倾销，你有补贴，我还来调查你呢。另外，他又提到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维持运营，不得不进行持续举债，导致负债雪球越滚越大。2024年，23家企业负债率超过70%，9家超过80%。另外呢，他们既然是没钱呢，一下子卖的价钱也起不来，回笼缓慢的时候，只能想另外的办法，那就是发债，甚至呢是发券儿。这个发券就是内部粮票的意思哈。光伏行业有的呢，它也在进行技术更新。你以为说我技术更新了，哎，我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就能把这产品卖好，对吧？很难。原因是在什么呢？有些头部企业确实在研发上投入了一些精力和资本，但是你发现你的这种技术进步啊，仍然价钱很高，因为有的呀，它3折它也卖，你跟它怎么解决呢？所以说，在光伏行业啊，现在技术领先这块进入了一个瓶颈，就是你无法和那些3折出货的卖。他提到呢，有2个技术，一个叫 TOPCON， 一个叫 HGT 啊，因为咱不是行业不知道。那这个技术呢是不断涌现，倒逼光伏行业不断投入资金和技术，升级生产线，升级完了以后产量提升了，因为效率提升了嘛，但你更不好卖。你更和那些人拼不起这个价格战。另外，有的企业是怎么死的？他提到啊，企业被迫加大债券融资力度，大量举债，但债务融资成本很高，财务费用不断吞噬利润。比如说，部分企业短期债务的成本啊，已经超过了10%了，那就相当于借高利贷了。沉重的利息负担使企业盈利啊更加困难。在这儿他提到了什么呢？由于行业的产能过剩，然后呢价格战啊，导致它的光伏一哥隆基股份啊，股价从21年的现在直接是跌去了80%。这就是整个光伏行业几年内持续上演的恶性循环，深度洗牌已不可避免。刚才咱们提到的呢是光伏行业，实际上储能行业
和新能源汽车一直是老七讲的新质生产力的3驾马车。我刚才看了一下，只要是一提中国的电动车，你少不了2个品牌宣传很好。第一个呢就是销冠王比亚迪，这笛子嫡系，它还有个笛链。它在去年的财报上作为上市公司确实盈利了一点钱，但你不能被它的这个奖项欺骗了。有行业内的爆料，尤其是长城的董事长魏建军他就提到，有的企业你把数据做得漂亮，但实际上你把债务它藏起来了。他用什么方式呢？他通过拉长这个结算周期，他把债务先不往表格里放，另外他把债务呢打包变成了一种金融产品，叫做笛票。你比如说你给比亚迪供应电池，供应什么车灯保险杠，你拿不到钱，他给你的什么既是长结算周期，有的高达1年半，有的他给你那个票，那个票能发行什么？不能，但是你可以在行业内进行流通。实际上那个东西就是一个骗人的玩意儿。那个东西谁要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大堆，这些就是要等待爆雷的一个东西，但这个爆雷可能会超过恒大。当然了，像吉利也是一个意思，也有大量的债务，他把它给藏起来了，变成自己的一个疑链供应链。所以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排名第1的都这样，底下也都是如此，所以导致很多汽车配件行业干脆改行不干了，收一堆票有啥用啊？另外我们知道国内的营销做的最好的不是比亚迪，而是小米。那小米汽车去年亏损了60亿人民币，今年呢也应该能持续亏损，它离赚钱还比较遥远。尽管说卖的车比较多，这雷军自称卖一辆能亏6万块钱嘛，好让大家来买。但是无论是比亚迪还是小米还是其他的，都有个问题无法克服，那就是产品的品质。像自燃的案例就太多了。你比方说上个月中国有个车子自燃了，那消防队来了，第一件事除了救火之外赶紧抠车标。车标关他啥事儿？有利于灭火吗？没有。但是他们得到了上面的通报，只要是咱国产货不利于这个民族自尊心的培养救火的同时先把那标抠了，无论是比亚迪还是小米还是那个华为那车。所以品质是一个方面。第二呢，在自动驾驶方面做的也很差，和这个美国的特斯拉还没法比至少特斯拉目前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投诉，但中国的一些网约车像那种自动的很多直接开沟里去了，乘客还在车里呢，有沟直接就开进去了。它呢激光雷达系统没有识别，说明这个芯片算力有限。也许它识别了，但来不及刹车。所以自动驾驶它是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东西，光凭概念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在画册中讲到自己驾驶多厉害，我们用激光测距比特斯拉还要先进事实上你的算力不够，没有意义。当然了，汽车行业、储能行业还有这个光伏他们几个加起来的负债，我前几天看了一下统计，是超过8万亿人民币。那8万亿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看另外一个数据，就是美国公布了财富500强，财富500强去年的利润加起来几乎可以填平这些债务。你看我把那个表格给大家分享一下。美国2025年财富500强正式排行榜他们呢创造了历史的利润新高，较上年增长9%，达到了1.87万亿美元。这是人家赚的钱，刚够填的中国的窟窿。因为折合人民币呢是8.4万亿，算是打平吧，甚至还能留点那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企业，它没有新质生产力，完全是靠市场经济和这个小政府来监管下，他们是怎么赚钱的？他们是在怎么行业赚钱的？我们举几个例子，排名前5的吧，这个表单太长了。第5名英伟达它的盈利是728亿美金一年，
第4个呢是微软，是888亿啊，881亿啊。那我们看第3名啊，第3名是那个伯克希尔撒哈维，是一家这个投资高科技企业的金融公司，盈利水平是889，然后排名第2的是苹果，去年它是第1，苹果去年盈利是937亿美金，排名第1的是谷歌母公司，包括油管的母公司哈，它的盈利超过了1000亿，是1001.18亿，折合人民币呢是7194亿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我倒有个假设，美国的这些世界外强把去年赚的利润，纯假设啊，8万多亿，咵，把中国光伏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的3个行业的窟窿全给你填平了，债务归零了。那再给5年时间，美国企业啊，它仍然是领先的企业。你看，它没有这些利润没关系啊，第2年接着赚，它每天都在产生利润。那中国在轻装前进的情况下，5年以后，你觉得他们能实现盈利吗？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最后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中国的高层啊，他在没走出国门的时候，他对国外往往是基于一个虚假的判断，尤其是那些土包子没有留学的，你至少老邓人家是吃过洋面包啊，吃过羊角面包的，法国那个雷诺公司当过前工。但有些土包子呢，是山贼或者是土匪出身，没出过国，即使是他混到高位，往往呢也根据自己的宣传把自己给忽悠了。今天给大家举的例子呢，就是王震的例子。王胡子呀，在1978年的时候，他已经官至副总理了。因为呢，邓小平复出，他一直是邓小平的得力干将之一，鸡犬升天啊，直接就主管国防与工业的副总理，他至少有权利出国了吗？1978年11月呢，他是率团开始出访英国。他在去之前认为，这英国啊，肯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那需要咱们共产党去解救啊，实在不行在这儿搞个支部。但去了后会发现啊，高楼大厦、金融中心、工业啊实现了现代化，农业也自给自足。他感觉呢，不可能吧？样样都挺好，物质也极大的丰富。他就问这个大使啊，当时那大使应该姓柯，说你要带我去见一下那种混得差的人，我就不相信这个英国没有穷人。后来呢，大使和对方沟通，英国说那我让你看看有那种没工作的失业的，算是社会底层吧。王震啊走入人家门，发现失业家庭2口子住着一个2层小楼，收拾的非常干净，当然了没工作也有时间，后院呢还有50平的一个小花园。然后呢，那个失业的人讲，我这没什么压力啊，因为我失业了，我也不用上税，还医疗免费。所以说王震的那个思想啊，直接就这个啪颠覆了。他发了一句感叹呢，就是英国啊搞得不错，要是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了。说这话现在已经过去了47年，接近50年吧。你看中国人有当时的生存，过了40年好日子，算是生活了，至少说有艺术能够投资了，孩子要跳跳舞蹈，上上钢琴是吧，跳跳芭蕾，而不光是穿粗布衣服为了3餐发愁。这40年过去了，现在中国很多家庭，咱不光说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家庭了，大多数行业啊，现在又回到了996、5+2、白加黑，要卷到低价卖产品，又回到了为生存而发愁。舞蹈班不上了，钢琴课退掉了，钢琴便宜卖了。怎么中国人又回到了为生存而发愁呢？这个答案呢，欢迎各位在留言区告诉我。咱们明天见。另外提醒一下啊，感谢打开小铃铛的朋友们，咱们每天都能分享这段20分钟的时光。如果朋友们啊希望第一时间收到大伟的节目，也欢迎打开你的小铃铛。明天见。